你好，我是阿力。今天啊，这个加密货币所有的币几乎都在跌啊，尤其是比特币，盘中的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17%。那么很多朋友都表示着真的是猝不及防，吃了一记闷棍，完全没有预料到。那么今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暴跌之后，很多的技术分析都失去了意义，所以你们看到了很多做技术分析的博主啊都没有出视频，对吧？所以说这个心里面也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这个分析消息面和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博主啊，就有了很大的这个机会。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昨天 Max 在推特上他做了一个投票调查，对吧？我昨天视频也讲过了，他问大家是否支持狗狗币作为支付手段来购买特斯拉。那么我昨天视频也跟大家分析了这个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再次提到这个事情呢？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个重点。好，那么最后大家也看到这个投票结果了，大家看这个图片啊，那么392万人次投票啊，人气非常旺。那么 78.2% 的人支持狗狗币支付购买特斯拉。那么再接着呢，伊隆马斯克就宣布了不再支持比特币支付购买特斯拉了，说特斯拉的这个耗费的能源太大了，因为比特币挖矿啊，它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这个电力能源，而这些电力的来源呢，几乎都是用的化石燃料，那么这是与这个环境呢是非常不利的，比如他们都是用的这个煤炭呀、石油呀这些东西，对吧？那么马斯克说会寻找一个耗费能源不是那么大的另外的一种加密货币来支持购买这个特斯拉，那么这就是不禁的让人想到了狗狗币。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狗狗币挖矿的这个耗能呢是低于比特币的，再加上昨天的这个投票的调查，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两件事情啊，它就结合在了一起了，这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但是呢，我今天不敢讲这个他所说的另外的加密货币一定就是狗狗币啊，虽然我非常希望它就是狗狗币，但是呢，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我们说只能说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啊，所以说不能在节目里面误导大家。那么在消息没有出来之前，我也不敢贸然讲就一定是狗狗币。那么虽然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预期，那么狗狗币为什么今天也跟着出现了暴跌了呢？那么大家都知道，狗狗币这个暴跌30%呢，这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它的振幅呢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特质啊。比特币今天跌那么多啊，它就不一样了。而且呢，今天这个狗狗币的暴跌就跟这个比特币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因为整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比特币它是龙头老大，那么比特币暴跌，其他的币也都跟着跌，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啊。但是问题是，比特币为啥会暴跌呢？不是说好了比特币是限量版的吗？只有2100万个，不是说好了比特币是加密货币里的黄金了吗？但是你要记住啊，比特币是一种投资产品，只要是投资产品，你就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昨天都看到新闻了，美国证监会啊 SEC 宣布将无限期的推迟比特币 ETF 基金的批准，这就是昨天比特币就开始走向疲软的一个原因。那么紧接着啊，今天早上美国劳工部他发布了一个通胀的数据啊，他说4月份美国 CPI 同比大增 4.2%， 超出 3.6% 的市场预期。这个增速呢也是创了2008年9月以来的新高，环比增长 0.8%， 也是创了2008年6月份以来的这个新高啊。大家知道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金融危机啊。那么这一条消息是在今天股市开盘之前出来的，可想而知啊，整个市场的反应到底是如何。那么今天美股肯定啊是出现了这个暴跌啊，大家也都看到了，而比特币它也是受到了美股的这种联动的效应。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通胀数据高于了预期，就意味着要考验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美联储一旦加息，那么流动性就会被降低，那么流动性降低，整个市场的钱就会变少，这个池子里面的钱变少了，意味着股价呢就会出现暴跌。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暴跌的第二个原因。那么接着呢，就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伊隆马斯克的这一条推文了。我们刚刚也说了，注意看这个
伊隆马斯克他发推文的时间是美国西部时间下午的3点06分啊，我给大家看这个截图。在此之前，比特币的跌幅呢是在4%左右在震荡。那么推文发出来之后，简直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啊！连这个 TradingView 的官网啊都感觉到了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巨大的威力。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啊，就说这个after 这个 tweet 之后啊，这个暴跌的幅度拉大。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重点了。Elon Musk 为什么会在市场如此疲软的大前提之下，突然给了比特币的一刀呢？背后突然捅了他一刀，或者是比特币已经站到这个悬崖边缘了，马斯克推了他一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么接下来我所讲的呢，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啊。那么因为我们呢是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中间它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些我的看法呢也是基于我的这种逻辑的推理。那么我的推理呢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啊，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在留言区能跟我互动一下啊，也能够说出来你的高见，说出来你的观点啊。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天狗狗币大跌的那个事情啊，我也讲过了。灰度的创始人 Barry Silbert 突然高调宣布要做空狗狗币，原因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就是针对马斯克来的。那么马斯克这个人啊，当然也是有仇必报，而且呢是超级憎恨做空的这些机构，尤其是华尔街的这些做空的机构。那么大家可以去参考去年华尔街高调宣称要做空特斯拉股票的时候，那么马斯克到底他是怎么回应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有很多的文章去写这件事情，描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推断，灰度的 Barry Silbert 这个创始人啊，一定会遭到马斯克的狙击。那么大家还记得我视频里面是怎么说的吗？我当时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但是这一天一定会来啊！没想到啊，今天就来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才短短几天时间。那么马斯克抓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狙击的机会，那么顺势发了一条推文，那么比特币就跟着就崩盘了。那么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灰度手里面有多少比特币吗？那么根据美国银行3月17日啊，今年3月17日的一个报告，灰度比特币信托的运营者灰度投资公司持有比特币数量可能已达70万枚之多，占全球比特币公用总量的约 3.5% 啊，这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公开持有者。那么今天马斯克的一条推文，灰度所持有的比特币的市值它就蒸发了40亿美元。而且呢，根据很多大佬们的推测，比特币有可能啊就结束了这种牛市的形态，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其他币种的轮番表演了。那么这不是这个大佬们随口乱说的，因为每一次大牛市都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么其他的币种到底是不是我们所持有的这种狗狗币呢？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那么这要看接下来伊隆马斯克他的重要的利好的这消息，我们要等待这个消息。那么就是特斯拉所支持的另外的加密货币来购买特斯拉汽车，到底是不是狗狗币？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希望大家在留言区进行回答。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有答案了。那么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比特币到底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牛市，到底后市该如何走？那么狗狗币到底该怎么去操作？那么如果你对以上的这两个问题都有疑问的话，心存疑问，不知道如何操作的话，那么我希望你能够点击购买我的这个会员的服务。那么因为我很多情况之下，每天在爆发的这种事件之前呢，我都会在会员区告诉大家一声啊。那么希望你能够跟我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